大家好啊，我是魏志超。今天我们要深入解读的是一本角度极其刁钻的人口学书籍，叫做《原教旨主义信徒将继承地球吗》，副标题是21世纪的人口与政治。今天全世界最大的趋势之一就是生育率暴跌啊，中国、日本、韩国、欧洲一个接一个跌破警戒线。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了 0.7 啊，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数字。很多人都很担忧嘛，人越来越少怎么办呢？很多东西都会无法为继但是呢，就在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跌的时候有一类人其实是完全不受影响的，他们的生育率稳稳地维持在5个、6个、7个甚至更多孩子他们不是某个特定国家的人，也不是某个特定的种族，他们分布在美国、以色列、欧洲、中东几乎是遍布全球。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各种宗教里信仰最坚定的那些原教旨主义者注意我们说的不是那些普通的信教人士不是比如说那种只有在圣诞节去教堂坐一坐，在复活节吃一顿团圆饭的那种文化基督徒。我们说的呢是那些把宗教信仰当作自己全部的生活方式的人比如说美国的阿米什人他们直到今天都还只用马车拒绝任何现代电器再比如以色列的哈瑞迪犹太人就是戴小圆帽的那种犹太人再比如说遍布穆斯林世界的瓦哈比派，就是女性全身裹黑袍的那种这样一些极端虔诚把宗教当作一切的超级信徒，在今天看来可能是有点非主流，是边缘群体，是被现代主流社会遗忘的另类。但是有一位政治学家却说，我们其实都看反了，在一个全球人口开始萎缩的世界里，这些人才是人类的未来，因为他们不但生得多，而且通过一些非常特殊的方式，他们竟然能够非常有效地阻挡和隔离世俗文化的诱惑。越是虔诚和狂热的信徒，他们的人口流失率就越低，他们文化的韧性就越高，所以这种生得多的优势就能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于是呢，一边是世俗人口指数级的萎缩，一边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指数级的增长别看两边今天的人口数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但是千万要注意，这种此消彼长是指数级变化的，只要短短的几代人，世俗人口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人口的比例就会发生惊天逆转。这种趋势不是异想天开在一些地方，比如说以色列，今天就已经变成左右国运的问题了。所以低生育率最意想不到的后果，竟然是在不久的未来，人类将迎来宗教的史诗级复兴。提出这样一个超级反直觉观点的学者是埃里克·考夫曼，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今天我们讲解的这本《原教旨主义信徒将继承地球吗》的作者考夫曼的观点听起来很耸人听闻，是吧？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实际数据支持他的论断吗？这本书出版之后，他的预言是在被印证还是被打脸了？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说一说不过在继续之前呢，我得先打上一个翻译上的小补丁。在这本书里考夫曼基本上就是用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 这个词来指代他说的这些极端虔诚，对于世俗的生活寸步不让的宗教群体的。这个词在英文里其实还是挺中性的，但是原教旨主义者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经常跟恐怖分子什么的联系在一起不过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里呢，是完全没有那个意思的，请大家把它当做一个中性词来理解就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一个关键问题开始说起那就是为什么宗教人口的生育率碾压世俗人口这个趋势是现在才刚刚开始的呢？我们知道宗教鼓励生育，信徒生孩子多，这件事本身并不新鲜比如圣经里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古兰经也鼓励生育。那为什么几千年来并没有出现宗教人口碾压世俗人口的局面呢？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个人生多少孩子主要不是由他信什么来决定的，而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鼓不鼓励其实都一个样古代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大部分孩子都活不到10岁，所以你就需要生非常多的孩子来干农活，来给自己养老。在这种环境之下不管你信不信教，你都得拼命生。所以呢，虔诚的信徒、不那么虔诚的信徒，还有完全世俗的人之间的生育率差距其实是非常小的。但是从大约1900年左右，也就是从20世纪初开始，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医学的出现大幅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全面的城市化又让孩子从一种经济资产变成了经济负担。避孕技术的出现，让人们可以精确地控制自己要不要孩子，要几个孩子。在这几个因素的叠加之下，就出现了社会学家经常说的一个词——人口转型。我们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平衡，转向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新平衡。而这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个转型的驱动力本质上是什么呢？考夫曼说，它的驱动力其实是人们对此世幸福的追求，就是我想要我自己这辈子活得快活。女性想要接受教育，想要工作，想要自我实现；年轻人想要旅行，想要体验，想要自由。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从为家庭和传统牺牲，转向为自己而活。那么很自然的，生那么多孩子，还怎么为自己而活呢？那当然要少生啊。而这恰恰是那些对信仰极端虔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拒绝接受的东西。他们不追求此世的幸福，他们追求的是来世的救赎。他们不追求个人自由，他们追求的是服从上帝的旨意。他们的女性不以职业成就来定义自我，而是以养育后代作为神圣的使命。所以呢，当生育从一种物质必须变成了一种价值选择的时候，一个前所未有的裂痕就出现了。世俗人口选择少生甚至不生，生育率跌到了1点几甚至0点几。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继续按照经文的指引，保持5、6、7个甚至更多孩子的生育率。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现象实际上是非常新的，是一个20世纪才开始浮现的现象。那现实中真的有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宗教群体在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疯狂的增长吗？不但有，而且不止一个。考夫曼在书里给这类群体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内生增长型教派。意思就是他们是不靠传教来吸引外人入教的，而是靠自己生孩子，自己把孩子留住来实现增长。他们的增长模式不是横向的推销，而是纵向的繁殖。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阿米什人。你可能看过一些电影或者纪录片对他们可能有点印象啊。阿米什人是拒绝坐汽车的，他们直到今天都坚持用马车出行。他们也拒绝电网，他们是自己发电或者干脆不用电的。他们的女性穿着那种非常朴素的长裙，男性是蓄络腮胡的。他们就像是一群生活在21世纪的中世纪人。在1900年的时候全北美阿米什人一共只有5000人。但是到考夫曼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就是2010年前后，阿米什人已经增长到了大约25万人，100年增长了50倍。他们靠的几乎完全是自然繁殖，因为基本没有外人加入阿米什，他们也不传教的。那他们的生育率有多高呢？他们平均每个家庭是5到7个孩子。同时呢，他们留住自己孩子的能力也非常非常强。在1945年以前出生的那代阿米什人，大约有70%的孩子长大之后选择留在社区里。而到了1966年到1975年出生的这一代呢，留存率上升到了85%。更加保守的那些阿米什分支甚至能够留住95%的孩子。这意味着阿米什的人口大约每20年就能够翻一番。我们别忘了指数增长的威力1950年到1970年这20年间，阿米什人只新建了37个新社区。但是到了1997年到2003年，这仅仅6年的时间，他们就新建了66个社区。再来看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案例这是美国一个历史非常短，但是也非常有野心的运动叫做满渐代运动。满渐代这个非常奇怪的名称是来自于圣经里的这样一句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渐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这个满渐代运动的人就是根据这句话相信，生孩子就是在执行上帝的命令，所以生孩子是越多越好，上不封顶的。满渐代运动的领袖之一道格·菲利普斯自己就有8个孩子，而且他还非常认真地提出了一个200年计划。他说，只要每代人都生很多孩子，并且把孩子都留在自己的信仰里，那么4代人之后，一个男性就能够成为拥有数千个后代的族长。菲利普斯的一位伙伴杰弗里·伯特金就更加认真了，他做了一张电子表格，认认真真地计算了自己在200年内将拥有 18.6 万个男性后代。当这位杰弗里最小的女儿出生的时候，他把手放在婴儿身上，祈祷她将成为1000万人的母亲。在满渐代运动这个圈子里大家庭是一个常态
比如书里提到，他们在纽约州的一个社区教会里，牧师有8个孩子，助理牧师有11个，有一位教友有13个孩子。在这种环境里如果一位女性只有3到4个孩子，她可能会崩溃了，因为她会觉得上帝没有给她一个满件带，这就意味着她自己可能不够虔诚，没有能够蒙受最大的赐福。考夫曼在这里划了一个重点，他说我们千万别只是把这些极端群体当成是不值一提的异类，他们其实是一种先兆。其实在每一个宗教传统的内部，我们都能够看到同样的模式，那就是那些极端虔诚者比温和派生得多，温和派又比世俗者生得多。美国的数据显示，在1996年到2006年之间，认为圣经是上帝的字面真理的那些女性，比认为圣经里其实有很多比喻的女性要多生25%的孩子。反对堕胎的女性比支持堕胎的女性要多生38%，而且这些差距还在扩大。不是只要信仰宗教就生得多，而是越虔诚就生得越多。我们只要稍微往长期一点看那就根本不是笼统的宗教人口取代世俗人口，而是极端虔诚的群体碾压所有，不光是碾压无神论者，也碾压所有的宗教温和派。考夫曼在书里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他说世俗化的过程就像是那种超强的 DDT 杀虫剂，它轻易地消灭了大部分那种比较温和的随波逐流的宗教信仰。因为信仰不够虔诚、不够极端的人很容易被世俗化，但它同时也筛选出了那些对世俗化杀虫剂有抗药性的菌株，那就是那些原教旨主义者。于是呢，温和的中间地带正在被掏空，中间地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两极化正在加剧。所以在人口学的这个赛场上，原教旨主义者正在稳稳地赢。世俗文化可以在1-2代人的尺度上高歌猛进，但是在几代人的尺度上，它注定要输给那些为来世而生育的人。但听到这里敏锐的朋友可能已经想到一个关键问题了，那就是生得多是一回事，留不留得住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世俗人口的确是不咋生孩子了，但是我们不生不代表我们不能抢啊。世俗的这个花花世界吸引力难道不是比阿米什人那种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强10000倍吗？管你本来是个保守老实的农村小伙子也好，还是被爹妈逼着天天念经的孩子也好，只要来到我们大城市住上1年，10有8九都会被灯红酒绿彻底拿下，从此变成一个坚定的世俗派。这样的案例不是比比皆是吗？所以呢，哪怕我生不过你，但是我只要把你们的孩子给成功的改造了，那不就行了吗？答案是居然不行。这是考夫曼在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他发现这些原教旨主义群体根本就不只是被动的抵抗世俗文化的侵蚀，他们是在主动的系统的建构一套把自己人留住的机制。这套机制的第一层是物理隔离和视觉区隔。阿美什人是拒绝汽车、电力和电话的嘛，这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边界策略。当你的邻居都开着汽车刷着手机，而你却坐着马车穿着18世纪的服装，这种巨大的生活方式的鸿沟本身就是一道围墙，它让离开这个社群变成了一件需要穿越整个文明落差的事情，而不仅仅像是那些普通信徒换一个教堂那么简单。以色列的哈瑞迪犹太人走的也是类似的路线。哈瑞迪犹太人也就是所谓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他们的形象你应该不陌生了。他们最醒目的标志就是男性穿黑色大衣、戴圆帽、留鬓角卷发。哈瑞迪犹太人的生活是完全围绕宗教经典展开的，大量的哈瑞迪犹太男性是一辈子不工作的，全职在宗教学院里研读犹太法典。哈瑞迪犹太人拒绝电视、电影、互联网，他们说异地絮语是一种很多以色列人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哈瑞迪犹太人集中居住在聚居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学校、报纸、福利体系。他们的教育系统只教宗教法典，不学科学、历史、文学。在哈瑞迪的世界里世俗的犹太人被描绘成了那种失去方向、活着没有意义的人，而哈瑞迪自己呢，是上帝选民中的选民。那么当一个人从小就被这样教育，当他身边所有人都这样相信，而他又接触不到任何替代性的信息来源的话，
那他的整个世界观、他的身份认同、他的人生意义都是建立在这个封闭系统之上的。而这就引出了最致命的一层机制，那就是离开的代价变得极其高昂。在社会学里有一个理论叫做严格教会理论，它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宗教群体对成员的要求越苛刻越全面，成员就越难以离开，因为他的社交关系、经济来源、身份认同全都被绑定在了这个群体里了。当一个人离开一个约束很少的那种自由派的教会，那他失去的可能只是每个星期天早上的一个活动而已。但是当一个人离开哈瑞迪社区，他失去的就几乎是一切了。书里有一个从哈瑞迪社区离开的人的自述，非常有画面感。这个人说，当我在安息日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把自己的器官活活的撕裂了，我感觉自己在打开通往地狱的大门，我感觉自己站在最高的桥上，纵身跳进了满是鲨鱼的海里，我感觉自己在与一个抚养我、支持我、我深爱的群体永远的分离。在安息日打了一个电话，这么微小的一个违背教规的行为，就能够引发这种级别的心理创伤。这就是为什么哈瑞迪成员的流失率非常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美国的满件贷运动，虽然历史非常短，但是也在快速地复制这些策略。他们的孩子在家上学，不进入公立的教育系统，他们也有自己的出版物、自己的教材，甚至连玩具娃娃都是特制的，是那种强调家务和作为母亲的责任的娃娃，而不是普通的芭比娃娃。他们甚至用一种非常特别的婚恋制度来取代约会。年轻人不是自己去交往异性，而是由追求者去向女方的父亲提亲。通过控制婚姻，他们就控制了下一代的归属。听着是不是好熟悉啊？考夫曼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观察。他说，很多人认为现代科技会瓦解这些封闭的社区，但实际上呢，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在前现代社会一个阿米什人和他的邻居，他们之间的生活差距其实并不大，大家都用马车，都用锄头种地。那个时候人员流失很常见因为你和他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当现代科技把外部社会改造得面目全非之后，阿米什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反而变成了一种高度醒目的身份标记。你和外面的人越不一样，你的群体意识就越强，边界也就越牢固。现代社会越发达，这些群体和主流社会的反差就越大，而他们的内部组织力也就越强。所以呢，那些温和的主流宗教确实是在被现代性、被世俗文化侵蚀。但很神奇的是，原教旨主义者不但没有被侵蚀，他们的边界反而在变得更厚、更硬。那到这里，我们已经把原教旨主义人口增长的内在机制讲清楚了。高生育率提供了原材料，高留存率确保了原材料不会流失，这就让他们的人口优势一代又一代的放大。那么这样一个机制在现实世界中已经产生成果了吗？不但产生了，而且已经达到了左右一个国家国运的级别。干成这件事的就是我们前面刚刚提过的以色列的哈瑞迪犹太人。哈瑞迪犹太人在二战犹太大屠杀中几乎被灭绝了。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他们只是一个完全没有人在意的群体。以色列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给了他们400个兵役豁免名额，让他们的年轻人可以去读经学院而不用服兵役，以及给了他们一套非常慷慨的福利体系。为什么这么慷慨呢？因为在本古里安看来，这群人反正马上就要消亡了那就能给点好的就给点好的呗。当时和本古里安一起在议会共事的一位左翼记者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都觉得给他们这个宗教群体想要的东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正在走向消亡。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原始主义居然还能够再活一代人。但事实证明，他们不仅多活了一代人，他们还活成了以色列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在建国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哈瑞迪安安静静地在自己的聚居区里建学校、建经学院、建互助系统，构筑起了一个平行于主流社会的封闭世界。而在这道围墙的内部，一个人口炸弹正在悄悄地成型。当以色列其他犹太人的生育率从 2.6 降到 2.3 的时候，哈瑞迪的生育率却从 6.5 上升到了 7.6。转折点发生在1977年，那一年哈瑞迪的政党加入了右翼的利库德集团的执政联盟，他们帮助利库德第一次击败了执政将近30年的工党。
在那以后的以色列的政坛上，由于左右两大阵营基本上势均力敌，所以哈瑞迪的选票就成了关键的摇摆票，于是他们就成了造王者，哪边给他们的好处多，他们就让哪一边执政。而他们不关心外交政策，不关心巴以冲突，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就是保护好自己的特权。他们要求兵役豁免，他们要求宗教学院拨款，他们要求福利补贴，谁给的多他们就跟谁于是呢，兵役豁免的人数从800人在10年之间就飙升到了2万人。与此同时呢，25岁到54岁的哈瑞迪男性里，到1996年有60%在经学院全职读书，不参与经济生产，全靠国家福利和社区互助活着。从那以后哈瑞迪的政治杠杆和人口膨胀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人口越多，选票就越多，选票越多，要到的资源就越多，资源越多，就越能够维持高生育率。到考夫曼写这本书的时候，哈瑞迪小学生已经占到了全部犹太小学生的27%，再加上另外的一个分支现代正统派，那么广义上的宗教学生已经占到了犹太学生的1半，然后再加上阿拉伯裔的学生，那么在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占据绝对主流的那些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后代，现在在以色列的小学生里已经成了少数派，只占到了41%。那么面对这一切，世俗的那些以色列人能够怎么办呢？你能够限制哈瑞迪的生育权吗？当然不行，那违反了基本人权。你能够取消他们的兵役豁免和福利补贴吗？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他们的政党是执政联盟的关键成员你敢取消吗？而更加深层的矛盾在于，世俗的那种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像是宗教自由生育自主教育多元这些恰恰是保护哈瑞迪这种生存形态得以延续和扩张的盾牌。我要保护我的价值观，我就得保护你的生活方式，而你的生活方式是人口过不了多久就要翻一番，相应的你的议员也就翻一番那么我的话语权就会越来越小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死局。考夫曼在书里说，以色列将在2050年前后达到一个临界点到那个时候，世俗的犹太人可能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接受自己成为少数派的现实，在一个日益宗教化的国家里想办法保护自己的权利，要么是尝试分离但是没有领土基础的分离几乎是不可能的。考夫曼说，以色列的这个人口学故事之所以那么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足够戏剧性，更加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预言，一个关于人口学如何在民主社会中重塑权力格局的预言。考夫曼认为，在以色列发生的这些事情，迟早会以不同的形式在欧洲和美国重演。这种趋势在欧洲和美国其实已经是肉眼可见了。我们先来看欧洲。欧洲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大陆，但是讽刺的是，正是因为它太世俗了，它反而成了受宗教人口学冲击最明显的地方。冲击来自于2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外部输入。2战结束的时候，西欧几乎没有穆斯林，但是为了填补战后的劳动力缺口，法国从北非，德国从土耳其，英国从巴基斯坦引进了大量工人。这些工人本来是被当作临时劳动力的，结果他们留下来了，接来了家人，生了孩子，孩子又生了孙子。到考夫曼写这本书的时候，西欧已经有1500万穆斯林。同时涌入欧洲的还有来自非洲的基督徒，尤其是五旬节派。结果就是一幅非常有意思的图景。在伦敦，每周日去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里，58%是非白人族裔。而冲击的第2个方向是来自于内部生长。欧洲本土也有自己的内生增长型虔诚群体，比如说荷兰就有一条所谓的圣经带那里住着一群从1886年起就脱离了主流教会的正统加尔文派。在荷兰整体世俗化的浪潮里，荷兰最主流的基督教派归正教会，他们的人口比例从1889年的49%跌到了今天的14%那么这些正统的加尔文派呢，13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人口比例始终维持在7%到8%左右。从全宇宙最世俗的阿姆斯特丹开车只需要90分钟就能够到达一个叫做斯塔福斯特的小镇这里将近80%的居民家里没有电视，星期天这里的公共汽车会停运，游泳池会关门，1/4的女性穿着传统服装。
同一个国家90分钟的车程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美国本身就比欧洲要虔诚得多但是同样的内部分化趋势也在发生。在整个20世纪，更加保守的福音派从白人新教徒的1/3增长到了2/3，温和的主流新教派正在大量的失血。书里有一组对比数据特别有意思，在非常世俗化的西雅图，狗的数量比孩子多45%，而在摩门教主导的非常虔诚保守的盐湖城，孩子要比狗多19%。所以你说未来是谁的？考夫曼的团队做了一个人口学预测，他们发现美国的世俗人口虽然现在还在增长，但会在2030年前后见顶，然后开始下降。原因很简单，世俗人口的生育率只有 1.66， 低于任何一个主要宗教群体。他们的增长全靠从宗教阵营里面挖人，但一旦这个挖人的速度放缓，低生育率的后果就会显现出来。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穆斯林世界。你可能会以为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考夫曼说的这个宗教人口学的问题就不成问题了。但是我们前面就说过，真正的区别不在宗教之间，而在每个宗教的内部。实际上那些比较世俗化的穆斯林，他们的生育率也在下降，而瓦哈比派这种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仍然维持着远高于平均水平的生育率。在每个宗教的内部，最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和温和派和世俗派之间的鸿沟都在变得越来越深。考夫曼说，未来的世界根本就不是什么穆斯林对基督徒，而是原教旨主义对世俗主义。而且这场战争的结局在人口学的层面上其实早就已经注定了。那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呢，用 AI 做了一个调研。这本书是出版于2010年，我想知道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考夫曼的这些预言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吗？答案是不仅经受住了，而且某些方面现实比他的预测跑得还要快。我们先来看阿米什人。考夫曼写这本书的时候，阿米什人的人口大约是25万，而根据2025年6月的一个最新统计，阿米什人口已经达到了41万。他们已经从美国的27个州扩展到了32个州，而且他们的留存率依然稳定在 85% 以上。他们的人口每20年翻一番的节奏丝毫没有放缓。一个1900年的时候只有5000人的群体，仅仅靠自然繁殖，在不到2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增长了200倍，这就是指数增长的恐怖威力。再来看以色列的哈瑞迪，哈瑞迪的总人口已经到达了大约145万，占以色列总人口的 14.3%， 而2009年的时候他们只有75万，也就是仅仅16年就翻了一番。他们的生育率虽然从最高峰的 7.6 降到了 6.5， 但仍然是其他犹太女性的将近3倍。57%的哈瑞迪人口不到20岁。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预测是，到2050年，将近1/4的以色列人都是哈瑞迪，而到了2065年，40%的以色列犹太人将是哈瑞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引发了以色列建国以来最长的一场战争。以色列国防军急需兵源，但与此同时呢，大约8万名适龄的哈瑞迪男性是享有兵役豁免的这在以色列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于是在2024年6月的时候，以色列最高法院就裁定继续豁免违法结果数十万名哈瑞迪男性涌上耶路撒冷街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抗议人口学的算术题已经变成了街头的政治对抗。以色列的民主研究所这个机构还算了一笔经济账，哈瑞迪虽然是占据了以色列劳动年龄人口的 14%， 但是他们只贡献了 4% 的国家税收。80% 的哈瑞迪家庭是公共财政的净接收者。如果哈瑞迪的教育和就业模式不发生根本改变的话，到2050年，仅仅因为哈瑞迪，以色列损失的 GDP 潜力就会超过 10%。考夫曼在这本书里描述的那个困境那个世俗的犹太人被困在自由主义原则和人口学现实之间的那个死角里这个局面现在已经是一个现实了。我们最后再看看全球层面，根据世界宗教数据库这个机构的统计，全球认同某种宗教的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 81% 已经上升到了2000年的 85%，预计2025年将达到 87%。
这个世界并没有像许多世俗人士预测的那样会变得越来越世俗，恰恰相反，它是像这本书预期的那样在变得更加虔诚。这15年间的数据指向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那就是考夫曼在2010年画出的那条趋势线正在被一个又一个的新数据印证。那么面对这一切，世俗世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考夫曼的答案挺悲观的。他认为世俗世界面对的不是一个可以用某一个聪明的政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悖论。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像个人自由、宗教宽容、生育自主、教育多元，它们恰恰是保护原教旨主义群体得以壮大的制度屏障。你不能在不背叛自由主义的前提下去限制一群人的生育权，去强制改变他们的教育方式，或者去剥夺他们的宗教自由。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那人口学的算术就会在几代人之内给你最冷酷的结果。考夫曼说，这种困境恰恰是因为这种世俗的自由主义文化太成功了。这是一个死于自己的成功的悖论。世俗的自由主义越成功，它就越深刻地瓦解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生育动力。它越是成功地把那些温和宗教衬托的啥也不是，也就越精确地筛选出了对它免疫的原教旨主义。而世俗主义有没有什么精神资源可以对抗这个趋势呢？考夫曼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干巴巴的无神论，即使加上人文主义和现代艺术的调味，也永远无法与宗教所唤起的那种深沉情感去竞争。今天西方的政治也已经退化成了管理主义和那些技术官僚的修修补补，没有任何宏大叙事能够驱动人们去做那件最基本的事情了那就是为了一个超越自身的使命去生育和养育下一代。没有了，完全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任何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能够激发足够的社会凝聚力来阻挡原教旨主义的前进。所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亲眼见证宗教的史诗级复兴。那些超级虔诚的信徒终将继承这个地球，不是通过战争，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一种最古老、最安静但也最不可阻挡的力量——出生率。好，这本原教旨主义信徒将继承地球吗？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本书再见了。